好的，大家好，这是看守所的第40档展览。然后这次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常庆来为我们介绍这次的作品。我是常庆，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博士班，就是蛮喜欢拍照的。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念艺术的时候，那是我的第2年跟第3年的一个驻村的计划，是一个驻校艺术家的计划。决定要到芝加哥的 Chinatown 的中国城的一个双语小学，当地的环境，他们是怎么互动的，怎么跟当地的街区的互动开始。当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公立小学都是一些新移民，容纳很多就是只会讲中文的人，或是正在学习进入这个社会的人。从一般1年级的开始呢，就跟着他们2年左右，跟他们一起上美国历史啊，跟他们一起看就是影片，然后吃东西，然后上体育课。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学习到如何进入这个新社会的技巧，如何去想象这一个在走廊上的风景跟连接到的现实。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图像本身具有超越这个脉络的潜力，就是因为这些就是从置物柜跑出来的袋子，它们都非常小，就是实际上大概就是2-3公分，或者是可能就4-5公分，也就是都非常矮，因为他们可能都在柜子的最底下。比如说小朋友在里面上课，我觉得无聊我就跑出去玩，就是在走廊上面，然后我可能就看到这些风景，因为它非常低，所以我可能要躺在地板上拍，小朋友就会跑出来看，然后蹲在我旁边说你在拍什么？那我就说我在拍你们啊，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但他们就觉得很快乐，蹲在我旁边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过程，就是那种跟小朋友一起发现关于属于他们的日常创作。我们蹲下来，然后认真的看一个路边的一棵小草，我跟他们分享就是我怎么看这个世界呢，他们也跟我分享他们看到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尤其是我在艺术学校里面学到了很多更制式化或者是更独具实验性的这种视觉风格的时候，其实小朋友的视角就是真的是就是影响我非常大。展示上的经验，我觉得这个粉色的外套从夹缝中跑出来的，就是这张照片它一直都拥有很多阅读的可能性。之前展览的时候，就很多人会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就走过来，然后问我说你是不是在讲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那你再仔细看一点，他们就会发现哦那是外套。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然后靠近来看。当然我后面也看到很多北欧摄影师发现说，不止小朋友大人也有把领带夹在这种柜子里面的这种状态，错落，然后不同的颜色，然后还有不同的长度，然后甚至磨损脏污的形式都不一样。这些不同的袋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但其实它们的颜色都非常的可以说固定嘛，黑色、白色，因为小朋友的颜色都很纯，比如说红色、黄色、绿色、蓝色，花有点像花海吧。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我就蹲在那边一直看，然后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太美了，这样子。非常希望看看就是在台湾的观众们实际的去玩一玩这些包包里面设计的机关。谢谢常庆，我们也完成了第1次的线上访谈。谢谢冰华，谢谢。